Hello，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不讲复杂的技术分析哈，也不讲什么高深的一个交易策略了，就解决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哈。对于我们新手朋友来说，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OE， 到底怎么完成你的第一笔合约交易？那么我会从资金怎么划转哈，怎么找到合约啊 ，USDT 合约是什么？那什么是全仓足仓啊？杠杆怎么设置啊？再到怎么买涨，怎么买跌哈？怎么样去设置止盈止损啊？这样一个完整的流程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之前呢没有做过合约哈，那么这期视频呢建议你一定要看到最后。这里呢，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 OE 哈，连 OE 的交易所都没有的话，你可以扫描屏幕前的二维码啊，去进行注册。那并且呢，在注册的时候输入我的邀请码。98137144，后期呢，当你交易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手续费的一个优惠。好，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会用手机给大家演示。那么首先，我们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合约哈。首先，我们先打开 OE， 在真正下单之前呢，我觉得新手一定要搞明白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么这个合约和我们平时买币有什么区别？比如我们平时在现货里面去花100 USDT 呢，去买这个比特币，这个叫做现货交易。当你买完之后呢，比特币涨了，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 BTC 哈，比特币前2天从6万多呢，现在涨到了7万多。当比特币涨了啦，那我们你6万多买进来比特币涨了之后呢，那么你就是赚钱。那么当比特币跌了之后呢，那么你就是亏钱。但是有一点，现货正常情况下，只要通过上涨了就能赚钱这个现货呢，这个时间你可以控制哈，你可以等到它，你低价买入哈，等到它涨高的时候呢，你再卖出这里小鱼儿的一个分享呢，仅供经验分享哈，不存在任何的一个投资建议哈，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去下单这个合约现货就是这样子哈，正常你买入，只要你不着急去卖它了，等到它涨起来再卖了通常是你都是挣钱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合约，那合约呢就不一样了。合约呢它可以有2个方向，第一个叫开多，第二个开多呢就是买涨。你觉得比特币接下来会上涨接下来你觉得现在7万4了，它还会一直接着往7万5的方向去涨，那么你就可以去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这个比特币现在是7万4千多如果你觉得比特币它还会上涨你可以在这里去开一个，下面可以看到你去开一个多单哈，之后等它涨到8万的时候，那么这个方向就对了哈，你就可以盈利。好，那还有第2个呢，就叫开空哈，也叫做空，也就是买跌。你认为这个比特币会下跌你就去开一个空单哈。那这个开单怎么开？等会儿我再告诉大家你直接去开一个空单挂在这里等到它跌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比如说现在它是7万4你开一个空单，当它跌到7万的时候，那么你也是可以赚钱的。所以这里记住一句话看涨就开多看跌就开空涨就是涨多嘛跌就是空就这2个方向这个是我们做合约的最核心的2个方向。OE 的一个永续合约它没有固定到期日只要保证金足够，那么并且仓位没有被平掉，理论上是可以一直持有。它同时使用资金费率机制让合约的价格尽量跟现货的价格呢保持接近。好，第2步呢，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交易首先呢，我们直接可以看到最下面这一排有个交易这上面有2个横线，我们点一下它，我们鼠标把它往上拉在最左上角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 BTC 对 USDT， 这个呢就是一个交易对，后面带一个永续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倒三角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他的一些币种不同的交易产品今天比如说我们选择这里一个 BTC， 选择 BTC 呢接下来可以看到它这里会出现，上面是一个现货交易现货交易 BTC 鼠标再往下滑，这里就有一个衍生品交易它这里就是合约。合约呢这儿呢我们先选择它这里 BTC 对 USDT 永续我们选择这个永续 USDT 的合约。
首先呢，我们要搞懂什么是 USDT 合约。为什么我建议新手呢先搞懂 USDT 合约？因为它比较直观。好，我们这里先点击它。好，可以看到顶上这里就是 BTC 对 USDT 永续。这里的一个 BTC 呢，是我们交易的标的BTC 呢也是比特币的一个简称。那么 USDT 呢是保证金和盈亏结算的币种。如果说你这里面还没有 如果说你这里面还没有 USDT 那么我们如果说你是来自大陆的你的人民币是没有办法直接去进行交易到这里面来进行交易你必须把你的人民币呢用你的人民币呢去把它换成 USDT 呢，我们才可以交易怎么样去用法币去购买USDT 呢之前呢小鱼儿也出过一些相关的教程这儿呢我会把教程呢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都是非常详细的一个教程所以我们要提前把我们的 USDT 准备好也就是说呢，你准备好了 USDT， 你就可以交易 BTC， 也可以交易 H， 也可以交易 KB 以及其他的 USDT 本位合约不需要为了做 BTC 合约呢先买 BTC， 也不需要为了做 H 合约呢先买去。比如说你用 USDT 做 BTC 的一个永续合约，那么赚了以后通常看到的是赚了多少 USDT， 亏了以后呢也会显示亏掉了多少 USDT 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历史的一些记录亏掉你亏掉多少你赚了多少这里可以看到亏多少赚多少，它后面显示的都是 USDT。 对第一次接触合约的人来说这个比较好理解。那么欧易目前把合约主要区分为 USDT 保证金合约它分为 U 本位，前者呢它使用 USDT 呢作为保证金和主要结算的资产，后者呢则使用相对应的数字资产呢作为保证金。所以我们这里要搞懂什么是 USDT， 为什么要用 USDT 来交易。那第三步呢就是把我们的 USDT 呢给它划转到交易账户。好，接下来点击资产，点击这个上面的一个划转从资金账户给它划转到交易账户这儿我们选择 USDT， 那划转金额呢我选择100选择50 USDT，点击下面的一个确定就是把它划转一下。那么我们要划转到交易账户，我们才能去进行交易。那如果说当你在划转的时候，它下面会显示可以看到最多可转多少 USDT。还有一些新手呢，刚刚进来，前面给大家讲了，你没有去购买 USDT， 那么你这里面就显示的是没有可划转的你需要先去买币先去买 USDT。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新手会遇到。明明我的账户里面是有钱，为什么合约这里显示还是没有？那很有可能就是你的钱它分为资金账户交易账户，还有的可能放在闲置赚币里面。欧易里面它是很简单它就一个资金账户和一个交易账户你可以简单的理解资金账户主要是放钱充币提币，那么交易账户呢就是拿来交易的，你去买其他的什么比特币、以太坊。所以我们这儿需要先把它划转过来划转非常的简单这里我们就选择划转的就选择 USDT， 然后输入金额，直接去划转，点击确认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步呢，它是属于欧易的账户内部转账不是链上转账，所以官方说明呢，账户内部划转不需它不会收取手续费，而且是实时到账的不收取手续费，直接划转就可以了。那划转完之后，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返回，再来到交易你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目前呢，我这里可用的 USDT 呢是563 USDT 这里就可以看到你的 USDT 的余额了。那接下来第4步呢，就是设置持仓模式这是一个新手很容易忽略的地方进来就直接去选市价委托或者限价委托。那么我们找到右上角这里3个点，找到交易设置，找到仓位模式，这里通常会看到2个选择一个双向持仓，一个单向持仓它们是什么意思呢？非常好理解。假设现在你有一个 BTC 的一个多单
如果使用单向持仓模式呢，这个时候你再反方向卖出 BTC 合约，那么这个操作会先减少或者平掉你原来的多单，仓位全部反转以后呢，才会变成空单。也就是说呢，同一个合约同一时间主要保持一个进方向，而双向持仓就不一样哈，双向持仓就不一样，你可以同时存在一个 BTC 多单或一个 BTC 的一个空单，所以双向持仓呢更适合对冲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交易策略。如果你是第一次学习合约，我建议先把逻辑搞明白，可以先使用这个单向持仓啊，把这个逻辑呢给它搞简单一点哈，我们就先来这个单向持仓。那在欧易的帮助中心呢，目前也有单向持仓描述为比较适合新手的模式哈。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去这个帮助中心哈，它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说明。好，当这里我们选好了单向持仓，接下来呢，第5步就是选择逐仓还是全仓。这里有一个逐仓，这里点进来可以看到，它会显示全仓和逐仓，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你的风险。那么这儿我们先说逐仓哈，假设我的账户里面有1000 USDT， 但是这笔交易我只拿其中一小部分作为仓位的保证金。如果使用逐仓模式呢，这个仓位风险会相对独立，简单理解就是这一单就是这一单，其他的钱尽量跟这一单分开逐仓，那么我亏就只亏这一点。如果这个仓位最终被强平那么主要影响的是分配的这个逐仓的一个保证金，而不是自动把整个交易账户的可用资金都拉进来帮他扛。但是如果全仓全仓就不一样。全仓模式上在全仓模式下呢，同一保证金体系的可用资金可能共同承担仓位风险。那它的好处就是一个仓位短时间出现较大浮动的时候，因为有更多资金作为保证金嘛，强平价格可能会更远。但是坏处也非常明显哈，如果行情一直朝错误方向走，一个仓位可能会影响账户里更多的资金。所以大家也一定不要误认为全仓就比逐仓安全。准确来说呢，两种模式只是风险分配方式不同。逐仓是把风险呢尽量隔离在这个仓位，全仓则是允许更多账户呢资金一起作为保证金。但作为我们新朋友来说呢，我们尽量先选择这个逐仓模式我们把风险呢给它分配在这一个仓位只限制在这一个仓位上面。第6步呢，我们来设置杠杆，后面这里就有一个杠杆。接下来大家关心的这个杠杆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有1、2、3几倍你会看到杠杆的一个调整很多人第一次新手常犯的错误就是走上来什么50倍70倍100倍，看起来我只要有100 USDT， 但是开100倍杠杆，我是不是就可以交易到特别大的仓位？理论上的确可以控制更大的名义的仓位，但问题是杠杆不是白送给你的利益放大器它同时会放大你的风险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有100 USDT， 如果没有考虑各种费用和保证金规则，单纯为了理解杠杆概念，使用2倍杠杆，相当于可以控制大约200 USDT 的名义仓位。但是如果说你使用的是5倍杠杆，大约就是500 USDT， 如果使用10倍杠杆，大约就是1000 USDT。 但市场只要反方向波动，你的保证金很快就会你的保证金也会更快承受损失。所以新手千万不要一走上来我拉个50倍100倍那肯定100倍赚的更多高杠杆最大的实际问题是你给市场留下的范畴空间非常小，稍微一针一根大一点的 K 线就可能让你的仓位进入非常危险的位置。所以这里呢，我建议新手呢从2倍或者3倍开始，那么我这儿呢就是使用个2倍。好，接下来呢就是认识一个市价单和一个限价单市价委托和限价委托同样这里可以看到逐仓下面有一个限价委托进来。那我这里先说这个市价委托市价委托，假设现在比特币的市场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当前是74000多。那么这里如果说你选择这个市价委托，相当于告诉系统我不指定一个固定的价格，按照当前市场上可以成交的价格尽快帮我成交它的优点呢就是成交比较快买了立马就能买进去成交比较快。缺点呢就是
行情波动特别大的时候，真正成交的价格可能与你点击按钮看到的价格存在一定的差距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滑点。那么另外一个叫限价委托。限价委托呢，就是我指定一个想成交的价格，比如说当前是74000，我想在7万的时候进去，那么我就可以挂一个挂一个7万的一个订单只有市场达到可以成交的地方位置，那么这个订单呢它才会成交所以价格一直没有下来，你的订单呢会一直挂在这里可能一直不成交。所以大家记住市价单重点就是尽快成交限价重点就是控制成交的价格。那么第一次操作一定要看清楚自己选择的是哪一种。那第8步第一次做多该怎么操作假设呢，这里我看一下 BTC 接下来它可能会上涨，那么我的方向就是开多。前面我已经设置好了这里是 BTC 对 USDT 永续合约并且是足仓2倍。那么为了演示的话，我这儿就使用市价委托接下来数量这里要记住这个数量呢它不是杠杆这个是2个概念完全不一样。杠杆决定的是保证金的效率以及这个仓位能够放大的一个程度，数量呢它决定是你到底要开多大的仓位新手刚出现账户里边，比如说你有100 USDT 却把仓位直接开到比如说直接拉到最大，不建议我们先从小额开始尝试。第一次学习把这个仓位做得小一点我们目的不是这一单赚钱而是把开仓、持仓、止盈止损平仓整个流程跑一遍。这里我就随便拿一点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时候呢数量有了其实这里就可以直接点击做多那么我们检查一下方向买多然后呢你在这里我们直接去点击一下可以看到我这里下单成功了我们可以在下面的仓位这里可以进来看一下我用了多少保证金我的持仓量，我的开仓价格标记价格预估强平价。那么我选的是买多我选的是足仓，我是2倍这里自己来检查一下。这个呢就是一个开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仓位后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收益率你后期是盈利还是亏这上面你都能看到收益额这个下面。那当我们开仓之后呢，我们不是说把它放任到这里随时你可能都要进来查看它当前的情况。那还有一个点呢，我们需要去做一个事情，我们去设置一个止盈止损。可以看到在这个仓位下面这里有个止损，我们直接点击进来止盈你打算在什么时候出去比如说现在是74000我要到75000 75000我要出来。再看一下止损，比如说它跌到什么时候，跌到7万跌到70900，那么我要出来，可以看到我亏损亏损是5.2。你可以看到当价格达到这个时候你的预估收益是多少止损也是一样，当价格达到的时候你的亏损是多少。这个就是设置一个止损如果说你不想亏得太多你想及时的出来，有的时候你又在忙你看不到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设置一下你没有时间天天去盯盘那么你就可以设置一下我到什么时间我赚多少我就出来这里点击确定。中间这里有一个平仓比如说当前的价格我觉得现在不太适合感觉当前的行情不太好，我就不想继续待在里面了，我们也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的一键，点击平仓直接点击平仓可以看到成功了。那我这个订单呢，相当于它就直接给我们平掉了，就没有了。那么这里你挂的单它这里如果没有成一个新手呢容易问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买了开多但是仓位里面什么都没有。如果说你买了之后你不知道在哪里，你就在下面的委托里面它就会有你的订单因为订单在委托里面大概率就代表你的这个订单还没有成交。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你使用了限价单，比如说 BTC 当前是77000但是呢你挂了一个7万的一个限价的多单因为现在市场行情根本跌不到这个成交的位置，所以说当然它就不会成交，所以呢会所以你的订单呢它会一直挂在这里。可以看到我现在挂的这一个我委托的是68000但是呢现在是77000，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成交。那这个在这个委托里面就能看到委托里面有一个订单。如果说你不想要了可以点击这个后面有一个撤单
撤单以后呢，这个没有成交的订单呢，它就取消了。所以当前委托不等于已经持仓哈，真正成交以后再看仓位，这两个地方呢，新手朋友一定要分清楚。接下来我点击这里啊，一个历史订单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保证金哈？这里再解释一个经常看到的一个词儿啊，它会出现一个叫保证金的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你开这笔杠杆仓位的时候呢，需要拿出来承担风险的一部分资金。啊，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了方便理解，你可以先不考虑手续费和不同档位的精准保证金计算。假设你希望控制1000 USDT 的名义的一个仓位，那么如果你使用了10倍的杠杆，理论上没有初始保证金，大约会比不使用杠杆少很多哈。所以杠杆真正做到的事情，其实是让你使用比较少的保证金呢，控制一个更大的名义仓位。但是很多新手只看到了前半句哈，我可以用更少的钱做更大的仓位，却忘了后半句，这个更大的仓位发生价格波动时你的盈亏同样按照更大的仓位变化啊，这个就是杠杆为什么危险。接下来呢，这里呢会存在一个资金费率哈。那永续合约还有一个新手更容易忽略的东西哈，这个叫资金汇率哈。因为永续合约没有传统的交割合约那样的固定到期时间，所以平台需要一种机制，让永续合约价格尽量贴近现货价格啊。这个机制就是资金汇率哈。你可以理解啊，在资金汇率结算时间呢，如果你还持有仓位啊，根据当时的资金汇率呢，多方和空方之间会发生资金费用的一个支付或者收取，它不是简单理解成OE固定向所有人收的一笔手续费，而是永续合约多空双方之间的一个价格平衡机制啊。OE 公开说明中的常见的 USDT 永续合约使用周期性资金汇率的一个机制哈，具体某个合约当下的汇率和结算时间，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直接看交易页面显示的资金费率和倒计时啊，所以如果说你准备长期持仓，这个东西一定要看。接下来就是一个交易手续费哈，除了资金费率以外呢，开仓和平拆都可能会产生交易手续费。很多人会发现，明明我的方向看对了，而且价格也涨了点，为什么最后利润没有自己算的那么多啊？因为真正交易还需要考虑开仓手续费啊、平仓手续费可能存在的一个资金费用。这里就是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呢？那你可以使用我视频下方的链接来去注册哈。这里针对还没有注册的小伙伴，那用我的链接去注册，并且输入我的邀请码98137144，后期呢你在交易手续费上面会有一定的优惠啊。相关链接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也可以扫描我屏幕前的2维码去进行注册。它这里平仓手续费哈。开仓手续费可能存在的资金费率，以及市价成交可能产生的滑点，不同账户的等级哈，订单类型和平台当时的费率规则可能不同，所以我这里就不直接的给大家死记一个手续费的数字啊，你也可以在这个可以在 OE 的帮助中心里面来找到交易手续费的常见问题，可以看到什么是吃单，什么是挂单，为什么吃单和挂单的手续费不一样哈？什么是市价单和限价单啊？限价单的手续费率是否一样？如何计算交易手续费哈？这里面你都可以来看一下。那么接下来一个呢，那我们新手在交易的时候呢，不要一开始就把这个仓位可以看到一开始把它拉满，拉到100%。假设你的交易账户里面有500U，不要因为系统显示你还能开得更多，就觉得既然能开，那么我就一开到底啊。平台告诉你最大仓位数不等于你应该开的仓位啊，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啊！你自己一开始哈，我们用一点点去尝试一下就可以了。第一次做合约哈，我们只拿非常小的一部分资金去跑流程，先学会怎么开多，怎么开空，怎么看仓位，怎么看强平价格，怎么挂止损，怎么挂止盈，怎么撤单，怎么平仓。等你这些按钮完全搞明白，再去研究一个交易策略啊！千万不要反过来。连全仓和足仓都没有搞明白了，就直接50倍、100倍哈，这样不是在学交易，而是在放大自己的一个错误操作哈，会让自己损失惨重。那最后呢，我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第一步呢，第一步先要去购买 USDT 哈，用你的法币去购买啊，购买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 C2C 买币哈，在首页。第二步呢，就是将你的 USDT 划转到交易账户。那么第三步就是点下面的 OE 的底部哈，这里直接去选择合约交易。好，接下来就是对应左上角它的一个交易对啊，这里我们直接选择哈，选 BTC
这儿我们选择 BTC 对 USDT 的一个永续合约。那第5步，先弄清仓位模式看一下要逐仓还是全仓第6步，先去把倍数减到小倍儿这个也可以叫倍数，也可以叫设置杠杆第8步就是选择你要限价单还是市价单第9步呢，就是这里输入你的一个限价的价格或者市场价，你就不用输入它就是当前的价格。你的数量你要输入你的仓位数量第10步呢，就往下要判断方向，你是要买入开多还是卖出开空。第11步呢，订单成交以后到仓位在下面来看，在仓位里面看你的开仓均价标记价格、未实现盈亏保证金以及强平价格等数据。接下来一步呢，就是去给你的账户去设置止盈止损，需要退出的时候呢，就直接去平仓。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合约我觉得真正要记住4句话：第一，看涨开多，看跌开空；第二，杠杆越高不代表赚钱越容易，只代表你的风险空间会发生变化。那第3呢，开仓之前先知道自己准备在哪里认错，而不是亏了以后再考虑怎么办。第4呢，不熟悉的时候呢，先小仓位把整个流程跑明白千万不要刚注册好账户，第一笔交易资金就全部放进去，再直接开个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杠杆。先弄清楚规则，弄懂，再谈怎么样去赚钱。OK， 那好了，今天小鱼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还没有注册的朋友可以找到我视频下方的一个注册链接去进行注册。那还有不知道怎么样去进行交易的朋友呢，那我之前也有讲过OE 的交易那大家就可以看我的往期的视频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